我们來吃的。90歲的兒子找了85年，終於親眼看到師長父親的墓碑。我是孫春龍，一個打掃戰場的人。2022年11月，有志願者在江西武寧縣的船灘鎮發現了一座抗戰墓園遺址。什麼連上等兵陳海清之墓是個官石，就是当官的。我們所發現的，就我們統計的是140到150。根據墓碑信息，這裡主要安葬的是72軍和197師的官兵。在抗戰的時候，武寧縣也是這兩支部隊的駐紮地。197師師長丁炳全就是在這裡病逝。這個你怎麼確認是在這個地方呢？幫丁師長看病的人，幫丁師長理髮的人，前些年都還在。197師前身是湖北保安團，1938年由丁炳全在湖北組建，負責長沙城防及粵漢鐵路護路任務。同年10月，轉戰湘鄂贛邊區，先後參加武漢會戰、南昌會戰等重大戰役。1939年5月，日軍在贛北、鄂東進行掃蕩，丁炳全率部在兩省交界處激戰10晝夜。當時正值炎熱酷暑，丁炳全中暑病倒，但仍不肯離開戰場。戰區司令長官薛岳勸他到後方醫治，師長復電說：“國難當頭，作為一個軍人，應堅守崗位，拼死御敵。”後來病情加重，師長不治身亡。您見過師長嗎？你見過師長，不難過的看一個。沒在一塊說過話啊？哎，不是，遠處見過。對。村裡100歲老人許陽禮說，丁師長病逝時，他才16歲，親眼看見士兵抬棺上山，棺木是鄉里汪朝遠的，因為仰慕師長治軍嚴明，便將自己的棺木讓給了他。後來這個就一直沒有人來祭拜過嗎？沒人來。我們查閱資料看到，在10年前，曾經有媒體採訪師長的兒子丁志平，他說人生最後的心願就是找到爸爸的墓地，帶爸爸回家，那一份懇切和期盼讓人心痛。一個保家衛國的軍人犧牲後孤單長眠於荒野80多年，連至親都不知道他葬身何處。看完採訪，尋找丁志平的行動迅速展開。我們發布了尋親視頻，3天後傳來好消息。晚上要9點多鐘，電話鈴咕嚕嚕咕嚕咕嚕，響了好幾次，我想大概是有什麼要緊事。那我拿錢嘛，我告訴那個大好消息，我是什麼消息？他說，爺爺的墳墓找到了。4歲那年，母親周錦衣收到了父親從戰場寄回的絕筆信。景妹，我半生勇馬呀，唯有年兒一點骨血，望景妹培養成人。當時的他還不懂死亡為何物，只記得母親連夜收拾行李，牽着他的手跌跌撞撞奔向武寧。行至汨羅江畔，前方傳來消息，公路被日軍炸毀，再往前便是生死線。母子倆站在汨羅江邊，悲痛欲絕。想到丈夫的遺言，周錦衣只能帶着丁志平在湖南沅江的寒風中扎下根。她用丈夫的撫恤金以及丈夫生前好友的捐贈，在當地購置了2畝半的果園和一棟舊屋，艱難謀生。自那以後，周錦衣開始寫信，每周1封。他每個禮拜寫1封信，燒連那黃標紙啊什麼一起燒掉。他就是把自己的心情，好像父親還在，給他寫信。1945年抗戰勝利後，周錦衣帶着丁志平重返武寧，但此時已經沒有人知道師長究竟葬於何處。是秘密埋葬的，埋的時候是這個，我聽我母親說，說晚上埋的，是工兵連派人特別去埋的，不露痕跡，因為日本人要抓他，要想大概是10萬，這個銀元吧，要他的人頭。擔心日軍掘墳，丁師長的葬禮是秘密進行。
守墓的官兵也在1942年開赴戰場。周解一四處打聽無果，只知道丈夫葬在當時197師師部駐地九宮山的某處。九宮山縱跨湖北、江西，在武陵段就綿延100多公里。想要在廣袤的大山中尋找到一座無碑之墓，何其艱難！周解一帶着兒子苦苦找尋了幾十年，最終還是帶着遺憾離開了人世。這麼多年來，丁志平一直想找到爸爸的墓地，但沒有結果。他只好在媽媽的墓地旁邊給爸爸修了一個衣冠冢。2024年年初，89歲的丁志平意外摔了一跤，住進重症監護室。病床上意識模糊的他嘟囔着：“爸爸，你怎麼不來看我？”冥冥之中，好像爸爸真的聽到了兒子的呼喊。丁志平不僅奇蹟般康復，並且幾個月後，深夜的一通電話帶來了爸爸的消息。聽說找到了以後，當天晚上說都沒睡着覺，是嗎？找了85年。守墓多年的梅溪村村長在與丁志平見面的那一瞬間，流下激動的淚水。終於見到了你啊！終於，很想念，多年聽到你們，不容易。當地村民、志願者用熱烈的儀式歡迎英雄後代的到來。山路崎嶇，丁志平坐在輪椅上，被村民和兒女抬上山坡。他的目光始終盯着前方，落在遠處山坡下嶄新的墓碑上。這是去年當地村民為師長重新修建的。輪椅在墓碑前10米處停下，丁志平說：“去見爸爸的最後一段路，他要自己走。”在搀扶下，他顫巍巍走到父親面前。我們來遲了。這不遲，來的不遲，爺爺來的不遲。幸運的。85年後，妻子周解一也來到了丈夫墓前，只不過是一張照片，或許他們早已在另一個世界團聚。奶奶作為當時的新時代的知識女性，她仰慕您的英雄氣概，離開家鄉蘇州，跟着您四處作戰，擔驚受怕，風華正茂的年齡獨自守寡，並一人帶大了我的父親。今天你們終於得以團聚，延續你們灼熱的愛情，永相伴，不分離。這次，丁家人還特意帶來了家鄉的土，讓故土陪着師長長眠。在出發前，我曾問過丁志平要不要把父親的遺骸遷回老家與母親合葬。他說這是母親和他共同的心願。但當他來到墓前，得知梅溪村的村民幾代人都在守護墓地。就在當年的戰場上，在父親墓地的不遠處，還長眠着許多陣亡將士的時候，丁志平改變了主意。他說父親會更願意留在戰場，陪着那些還沒有回家，甚至不知道名字的戰友。我們在梅溪村安排了一場座談會，希望了解更多師長的細節。村民們圍過來，跟丁志平講丁師長當年在村裡的事。走的那個地方呢，就是那個老字，刻一個題，刻一個名案。他說那個當地老百姓說丁師長非常好，手下人也好。他是這樣講。是的，这我也想着也听说过，还有一个风水先生。哦，那就对上號了，那就沒錯了。丁志平就坐在那安靜地聽着，眼中含淚，卻帶着一絲釋然的笑意。在那一刻，他終於和父親完成了一場跨越世紀的對話。2025年9月11日，我收到一條沉痛的消息：丁志平因病去世，享年90歲。家人說他走得很安詳。我想這一次他不用再辛苦的尋找，一定已經笑着撲進了父母的懷抱。我們找到了他的墓碑。我爸爸臨終之前心心念念的就是我的爺爺。你咋了？要前來回家了。